今天约了一个小伙伴，叫做飞哥。这飞哥有一个绝对劲爆的故事哈，他跟我说，他被日本的税务局搞了，这个故事非常的刺激。金融庁担当検査官の黒崎です。ただいまより金融庁検査を。这事情是怎么就第一秒钟知道？你怎么知道？他会直接打电话过来，你跟谁吃饭，干嘛的？我太细。然后他们会查那个，因为你报错了，少报了，那就得罚款。直接就是可以去你家里，让你把东西全部翻出来。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这个税务调查其实是可以拒绝的。有一个背景啊，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因为新冠这段期间吧，2-3年时间，税务局的做税务调查嘛，其实数量是减少了很多。所以今年开始呢，他们是大范围的，他们会提前 mark 一些人，就觉得这个人可能会有问题，那个人80%有问题，而且金额还不小，他们会提前 mark。但是呢，他们税务调查呢会有一个点。3年、5年、7年嘛，因为税务追查的话是7年，所以他们觉得有问题的话，他们肯定会在7年之内会来查，尤其是税收比较高的，会查的比较多。那今年是公布了，雅虎新闻也上头条了嘛，就是今年的税务稽查的金额是比去年多了，比前几年多了26%。最大的其实一部分是叫 KA Consultant， 就是经营管理咨询，包括有做 IT 方面的，还有一个是比较突出的是网红的，其中大阪今年查处了有一个追缴税收9000万、罚款4000万的一个网红。那其实我的话呢，因为收入的部分的话呢，因为我是。就是在我进现代公司之前，我不是做过一段那个叫 freelancer 嘛？从那时候开始的话，报税就是我自己报的，就是你在公司报税，在公司工作上班族的话，都是公司报税，然后直接工资条里面扣除了嘛。这个是不会出错的。对，这是不会出错的。来查我才知道的，就是你股票公司，比如说给你配股票的收入的那个。它是按照你的工资收入那个税目来报的，应该是。我因为之前就萨拉利嘛，就是 freelancer 的话，都是营业收入来报的嘛，那个其实就是很大的一个错误。然后税务局来说，他说你这个是按工资收入来报，然后我就很纳闷，因为那个股票的话，我在签 offer 的时候是没有的，因为我都不知道会有拿股票嘛。是过了1年之后，1年多了，我才拿股票。然后我对股票，那就是营业收入，我就按营业收入报了。其实应该按就那个部分，他说，其实你公司给你股票给多少钱，这个税务局都是知道的。然后我就很纳闷，我说你们知道了，为什么会没有早点提醒我，然后我来更正嘛？然后。还没正面回答问的问题，就说这是我下一个要问你的问题。对，你一直说税务局很坏，税务对这方面他是怎么看的？对，无心犯错跟故意对漏税之间，他们难道不区分吗？税务就是审查到最后结案尘埃落定，花这么多时间，其实就是因为他要区分哪个是你弄错了，哪个是你。就是故意的，会有非常明确的区分。它会精确到每天，就是比如说我是4月份入职的，抠得很细。对，1月份到3月份，这个如果说你是跟你的客户、跟你的同事去吃饭，这部分钱你是可以按经费了。他会查你跟谁，出于什么目的，吃的什么饭在哪。因为争论也有，然后来来回回3-4趟，然后我还去过税务局去了2趟，然后一条条看会。一个要写在上面。
然后呢，我还得把那个报表全部拿出来，给他说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一个一个说明，然后根据那个报表，然后再做股票那方面报税，来来回回又是好多功夫。反正挺复杂的。对，挺复杂的。我就很纳闷，我说，你们就是知道这个就是报税可能会有问题，因为他们还不确信嘛，他们会要问我调查，然后我说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会来调查这部分人嘛？他说会去查那部分退税，比较多的人，因为我每年都会有退税，然后退税会比较多的人，他们会 mark， 然后呢，他们会去跟你的企业会核实情况，然后说，这个人其实是每年给股票的，然后他们就说，这部分收入怎么没在收入里面？他是不是报在其他地方？然后他会要跟我核实，的确是报税报错了，那补该补的补，该罚的罚，然后来来回回，对，这个是个人调查的话是可以拒绝的，然后呢，他们会要你提供理由嘛，但是如果说他们觉得真的是有问题，你拒不配合的话，他们是再有其他的手段，但一般大多数人的话都会配合他们工作，而企业法人的话是另外一个，他就不是税务调查官了，他是有对稽查，他是有强制，直接就是可以去你家里，让你把东西全部翻出来，就是强制性的税务查，那个就是比较大的企业法人，一般税务都非常大。你给观众的建议是什么？是观众，我觉得尤其是外国人哈，首先这个税务是挺复杂的，有很多专业词汇，想当然的觉得这可以这样做，而且你报了之后，好像也没找我麻烦嘛，那你就第2年也这么弄，第3年也这么弄，等到第5年了，人家来秋后算账，前面的全部一篮子给你算出来，所以专业的事情还得交给专业的人。对，所以税务局查了之后，我就立马就找那个税理师了嘛。那今年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我都找税务律师帮我报税了。我记得飞哥是怎么认识的呢？就是在我们的短视频的矩阵里面，是视频号还是抖音，他加过来的。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有10年左右的困惑，就是做这个房地产投资不容易。结果呢就花了1-2个小时给他打通了，然后呢就成了好朋友。他让我特别感动的地方就是，虽然他是一个上班族但是他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才能快一点从这个上班的这个老鼠赛跑当中、跑圈圈当中能够解脱出来。那他选择的路呢就是房地产投资。那这条路正好是跟我擅长的领域也是不谋而合嘛，所以我们就走到了一起成为了好朋友。